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肩部作品更新中。真正顶天立地的地方。你这个小王八蛋搞什么？干嘛跑回来？因为我知道了，城的意思。谁在叫顶天立地？其实两个谜单独分开都不难猜，难就难在结合之后有了上下级关系。橙子要在何为人之上，光是消化穿过山谷带来的力量就极其困难。穿过山谷后，奇妙的力量会极大影响人的心性，很难再关注到城的提示。这是大部分做事的人的通病。理论上应该做到100分，但我们会被各种外在因素干扰，比如环境不允许啊，能力还不够之类的，最终接受80分的预期，甚至我们会为了60分的结果庆幸。而这里的主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，至少在何为人这件事上，他只接受100分。哎，算了，怪我，宝儿姐，忘了你的间歇性歧视症了。橙子的答案依然简单的很，诚者信，诚者天之道。天道不会去跟人商量，天道没有半点可以回旋的余地，诚即是天道的特点之一。既然作为一人明白何为顶天立地，那就不该被外面的这条山谷迷惑，应该100%的去贯彻，找到真正顶天立地的地方。我懂了，顶天立地就是指我的百会穴。老夏，为什么一定要顶天呢？顶天的基础是立地呀。婆婆，你们从没试过这里吧？这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顶天立地，顶天之穴就是头顶百会穴，那所谓的立地，自然就是它了。顺足少阴肾经贯通人体，开口朝下，又名无顶之洞，涌泉穴。居然有这种地方！
毫无疑问，这就是顶天立地的答案。婆婆，我们找到了。什么呀？依然是间空屋子。你们看，那边九曲盘桓洞，这是掌门的字，我认得。喂，你们来看看，这面墙上刻着东西，后来被抹去了。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是，是字。仔细看，这石洞表面相当大的部分都被打磨过。哎，这里有完整的字，此法珍珠妙更真，都缘我独异于人，自知颠倒有理坎，谁识沉浮定主宾，金鼎玉柳珠里拱，玉池仙下水中银。神玉都，哎，这不是那个张伯端，紫阳山人。张伯端，紫阳山人又是谁？哟，金凤，你们这些先天的真是……张伯端，人称悟真先生或紫阳山人，南派丹法的祖师。您这样的先天异人不知道并不奇怪，但是后天修炼的要是不知道他，相当于木匠不知道鲁班，对吧，小张同学？张伯端嘛，知道，老张嘛，这我真不知道。如果这里的主人是传说中的紫阳山人的话，那一个人造出这里的一切，并非是不能想象的。原来如此，掌门一直想让我自己寻找到的答案。这里的主人原来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异人。也对，也不对。张伯端确实是答案，但这答案的背后，还有一些信息是掌门要传达的。婆婆，你觉得吴根生为什么要修改外面山谷的纹路？为什么？掌门做事，我们从来猜不透。老夏，你觉得把悟真篇全篇刻上需要多大地方？大概这面就够了。但是你们看看，这整个石洞到处都是雕刻的痕迹，再结合那九曲盘桓洞，吴根生分明是在否定紫阳山人。不愧是掌门，连传说中的丹祖都不放在眼里。掌门否定紫阳山人什么了？就是这个九曲盘桓洞，这也是出自一个故事。修行路上的师徒四人经过一个叫玉华的地方，这玉华城主对师徒四人甚是虔诚恭敬，于是三个徒弟就把自己的神通传给了城主的三个儿子。这件事惊动了此地的一窝狮子精，这群狮子精的老祖就居住在九曲盘桓洞，号称九灵元圣。九灵元圣，你的意思是这里是妖精住的地方？不，关键是九灵元圣这个名字。九灵即为九天，也能理解为九阳。而有趣的是，这个元圣被称为圣的有不少，但被尊为至圣的只有一位大成至圣仙师。而这位大成至圣仙师所极力推崇的就是元圣，只有元圣才配叫做师之祖。而故事中也借广目天王之口对猴子讲出了祸端的根源。大象因你欲为人师，所以惹出这一窝狮子来也。这九曲盘桓的故事是为了警醒后来修行之人，不要乱为人师。这里的设计初衷大概是要筛选这样的人，要有足够的运气或机缘了解到这里和这里的谜题，然后这个人还要有足够的诚的品质，最终合格的人才能够到达这里。
接受刻在石洞上的信息。小东西啊，你是说掌门破解这里的谜题之后，认为子阳这种传达信息的方式太过草率，所以擦掉洞中所刻？对，你们觉得这山谷神奇吗？神奇啊，随便走一遍就能通了周天，这匪夷所思的程度，不下于巨灵潜将跟神机百炼了。而无根生只是修改了这里，洞里的他可彻底抹了。拜下，托你的福，见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。再有这种事，联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哼，这怪人。行了，这次怎么说也辛苦你们几个了，我替金凤谢谢你们。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。婆婆，我还会拜访您的，一定。您不会放弃追查拿走藏品的人，我也不会放弃追查气体源流的线索。那批藏品里未必就有气体源流的线索。不，即使那里没有线索，我还是要对付拿走了藏品的人。为什么要帮我？你是哪儿都通，我可是全信。我们都是36贼的家属。家属？什么叫家属？这头哪儿就掌门的家属了？不管带来的是苦是乐，没有36贼，就没有我们体验到的一切。他们留下的遗产，我们应该继承；留下的谜团，我们去解开。如果留下的是祸害，那就我们去铲除。就是这样。我以后会通过求雷西下网来找您。慢着，这是我的电话，打不通就一直打，我不太习惯带手机。我他妈就快端出来，那小子不地道，你别听他忽悠。金凤，你怎么就是掌门的家属了？那我咋算？我是不是也算你的家属呢？别废话，回头还得跟我回趟山洞。啊，刚出来又回去？你有没有门路弄来炸药？炸药？有几个家伙倒是能找到。就是明白了掌门的真意，才要回去。宝儿姐，伤得怎么样？不碍事吧？好了。好了？怎么受的？挨了一枪，按你说的只是擦伤，不妨碍行动。还有第二件事，如果你真的在和王振秋纠缠，留意一下，当我给你做出这个手势之后，找个机会让自己受点伤，挂点彩就行，别伤到影响正常行动。哎，这家魂球算是彻底注意上我了，以后在公司内部，这货会是个很大的麻烦，还是尽可能的看清他比较保险。不过现在这个结果，怎么让我纠结起来了？难道我打心底是不希望王振球做出这种选择的？怎么了？这次折腾的这么开心吗？怎么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？意犹未尽？不，怎么说呢？这2块料都是极品，以前没遇到过的类型。宝儿是真神，不过太单纯了。好玩有趣的是张楚岚，我好像看见好几张脸，风格迥异，又好像都是真的。这人身上矛盾的地方太多了。对了，那个被冯宝宝绑来的泡面头，你为什么随手把它放了？哦，他呀。喂，听得见吗？喂，一听熄火了，怎么回事？
除散功，其实我放不放他，结果应该都一样。你可真够无聊的。你看，人就是这么复杂矛盾。少拿这话敷衍我，还是张楚岚有意思，做事目的性极强。他身上那些矛盾背后，一定有一个清晰的主线在指导这一切。好想把这家伙剖开。这货要真是个混球的话，我倒是轻松多了。这货的腐皮烂肉里面，包裹着一根怎样的伎俩？用了金光咒还是雷法？都用了。很糟糕吗？死不了，但不好治了。哎，跟你比不了啊！挨了一枪，一晚上就没事了。不是一晚上，当时就没得事了。对了，我冲进去之后都发生什么了？不晓得。不知道。那个女的冲上来抱住了我，然后伸出了一只手。手？对，一只蓝色的手。我的头好痛，我只记得上次这么痛是很多年前的时候了。等我疼痛缓解，没注意到时，他已经死了。三哥，张楚岚，哎，宝宝呢？你们两个在哪儿？我们很快就回去，有件事你和四哥先要帮个忙。吕慈和吕家的动作，原因回去我会告诉你们。行吧，赶紧来，我们这有事情和你说。啊，我又被盯上了，谁啊？陆林龙，陆林。宝儿姐，有些事儿，我得要你给我拿个主意。喂，楚岚呐，怎么样？上次在公司最后拜托你的事，考虑清楚了吗？想谈谈。好啊。这样啊，这次事件的细节王振秋已经汇报了，那个刘明远我们已经通知下面去找了。至于那些外国人嘛，应该都是雇来的。小张，这里说话方便，畅所欲言吧。这个事儿怎么说呢？小三、小四什么意见啊？我还没跟他们说。没说？你连他们都怀疑？站在你的角度想，倒也不是不能理解。这么说，你倒是信任我了。哦，我说傻话了。你不是信任我，你是没有办法。在冯宝宝这件事上，我要是敌人，你根本就束手无策。您圣明。好，这件事可以做，虽然我觉得希望不大。不过你想参与的话，一定要和小三、小四商量。这俩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们是什么人，做什么，我很清楚。张楚岚，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都要扎扎实实的握在手里，你才安心呢？那倒没有。宝宝的事你不该一个人背，你也背不动。选择可信之人的风险和收益，你要自己去平衡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也不能赖我呀。您想想，二壮这样的，说到底还不是因为艺人圈子的奇葩太多了。好，你这个计划咱们就这么定了。那我上次拜托你的事情呢？那个呀，你把他的所在告诉我，我马上就动身。不过有2个条件：一，我缺个助理，我成功的话就是他了；二，有手下我就是领导了，涨点工资呗。一可以，二，你找小三、小四商量去。别介，赵总，那俩抠货。来来，小师傅给我看看。这个，
什么也没说出来。就是这样才可爱啊！人家哪是问事儿，分明就是一副要吃人的样子。大师啊，我最近有点背，您给算算呗。宝儿姐，搂住了，别让他溜了！撒手，郑楚兰，让这个什么宝的撒手！哇，还这么嚣张啊！张灵玉，你这个天师府弃徒！龙虎山分别才多久啊？你挺能折腾啊，居然混到被逐出师门了。张灵玉，师爷他老人家下山是以一人之力扫荡全境这帮妖魔鬼怪，你倒好，人也下山了，却和刮骨道义祸根苗联手，与准许协助师爷剿除全境的人大战了一场。哼，你是来教训我的吗，张楚兰？教训你？我这个人啊，长这么大没真正接触过什么女人，更别提爱什么人了，所以我没法理解你的感受，也更没资格教训你。但是你这个为了别人不惜把自己搭上的劲头，我是佩服的。昨天你不是说他就是一傻叉，特别没出息吗？宝姑娘说的对，我何止是没出息。哎呀，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要不跟我混吧，一起在公司。我不用你可怜。我呸！还记得你以前怎么跟我嘚瑟来着吗？我可怜你，看到你走背字我乐还来不及呢。你不可怜，你可用，只是没人会再用你罢了。龙虎山已经把你逐出门墙，别说你大闹了一场，就算没有，作为天师府弃徒，那些自诩正派的家伙也不好接受你。但你别忘了，你拿到了通天路，迟早还是会有人找上你的。哼，算命，你就不能多写点，写点玄乎的？你啊，离开龙虎山，连个江湖骗子都做不好。脸色不太好啊，怎么让人揍了？还不是为了给你们擦屁股？哎，也不是怪你了，别误会，我不是在对你释放什么善意，张真人，我是在求你帮帮我。你求我？全兴、龙虎山、天下会、王家、吕家、陆家，我从一出道就被所有人盯着，我一个人快撑不住了。师叔，我好累呀，我好想身边有个可以相信的朋友能撑我一把。我知道你一直不待见我，咱俩又完全是两路人。得了，师叔，你考虑考虑吧，来不来都给我个答复。宝儿姐，走了。哦。对了，你要是跟我进了公司，我有空还是会回去看师爷的。到时候带公司的同事一起去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合适的。